大家好啊，这里是配酒啊。今天呢，把自己之前做的关于庚子鹅难的视频重置一下。一方面呢是小小的偷个懒，另一方面呢是现在关于这件事啊，错误言论实在是太多，有人总是在误导大家。我在这里呢，尽我所能的去找一些可靠的资料，争取不情绪化的和大伙聊一聊这件事情啊。大家呢就当历史故事听就好了，请尽量保持一个轻松的心态，当我这是福德尔卓德讲武堂也行啊。那么书归正传，公元1900年，也就是清光绪26年4月，义和团运动蔓延至京郊。此时清政府对义和团依旧采取以小狱解散为主、无情用兵的方针，甚至暗中褒奖义和团人员，引起列强的强烈不满。经过多轮外交示威与磋商，5月20日，俄、英、德、美、法、日等11国驻华公使举行联合会议，向旗亭总理衙门发出最后警告，提出了严厉镇压义和团的6项要求。清政府虽然迫于内外形势，于25日颁布竞选章程和告示，但其拉胯的镇压行动和反复无常的态度明显不尽列强之意。雷声大雨点小的，你怎么满足我呀？各国舰队很快集中到大沽口。29日，列强开始由大沽向天津派遣陆战队，局势骤然紧张，战争一触即发。就在这个剑拔弩张的关键时刻，沙俄的举动尤为值得关注。他在旅顺口驻有12000名正规军，逼近京师，朝发夕至。5月30日，俄分舰队将陆战队运往大沽口，加入向北京进犯的联军，随后更从旅顺增派了4000人。从表面上看呢，沙俄似乎和其他列强步调一致，全力参与在华北的军事行动。然而，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向沙皇提交的一份关键备忘录，却揭示了沙俄截然不同的真正战略目标。这份文件可以说是义和团战争时期俄军的行动纲领。穆拉维约夫分析道，此时在华北，俄军已达4000人，而其他联军总计近2000人。凭借人数上的优势，其他列强不可能采取任何有效的政治措施来约束俄国，因此无论谁来指挥联军，俄军都能保持高度独立性。同一份文件中，他以1896至1899年间俄国在华攫取的特权为基础，明确地向沙皇指出，俄国在远东的任务权益于欧洲各国之政策。尼古拉2世深以为然，只是在华北，俄军应绝对不愿取得联军之指挥权，也不破坏其他欧洲军队之共同行动。因此在华北战场上，俄军在联军中表现得相对低调，甚至是甘当二等参与者。而这一切在华北的低调姿态，都是为了那个权益于欧洲各国的远东任务，即垄断中国东北的一切权利，或直接吞并中国东北，继小俄罗斯、白俄罗斯后，将其变为沙俄的黄俄罗斯。为了实现黄俄罗斯迷梦，沙俄展现了惊人的军事动员能力。1900年6月至7月，短短1个月时间内，共有177000俄军如潮水般涌入东北。以当时的通讯和交通条件，能在短时间内调集起如此庞大的侵略军，并利用其在中国的特权迅速部署，绝非临时起意，而是沙俄对东北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侵略阴谋。要理解沙俄为何如此贪婪地觊觎远东，又为此做了哪些布局，从清朝那里又取得了哪些特权，就得梳理它的历史脉络。自19世纪中叶，英法从海上轰开中国国门后，古老中国便成为了列强争夺的焦点。而与此同时，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的惨败，大大加剧了沙俄的内部矛盾。所谓沙皇的唯一硬性指标就是对外战争的胜利，俄罗斯统治集团急需新的扩张方向来转移矛盾，维系统治。于是西施东补的策略应运而生，在巴尔干方向的扩张被英国遏制后，俄国便将侵略重心转向东方，先是中亚，随后兵锋直指中国。1858年趁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恫吓清政府签订瑷珲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割走大片领土。1871年侵占伊犁，这些都是其东进策略的明证。虽然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让沙俄鲸吞了中国上百万平方公里土地，阉割了吉林的漫长海岸线，却远远未能满足其贪婪的胃口，反而更加刺激了他蚕食整个中国的野心。自19世纪80年代之后，俄国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但其国内市场狭小，社会矛盾尖锐，在国际上工业制成品品质低劣，又难以和其他列强公平竞争。沙皇政府力图从对外侵略中寻找出路，而1887年英伊澳等国签订的地中海协定又堵死了俄国向西方和南方扩张的道路。地约东扩。恰逢此时，俄国国内征服东方论盛行，
以乌赫图姆斯基大公为代表的东方人学派开始大肆宣扬向远东扩张的思想。亚洲的各个种族的人民，从血统上、从传统上、从思想上，都觉得和我们很亲切，觉得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只需要更加靠近他们就行了。这个伟大而神秘的东方，很容易就会成为我们的。亚洲是你的吗？我觉得我是。在这种氛围下，各种侵华计划纷纷出炉。巴德马耶夫计划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不仅继承了前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而不是那位外交大臣是印在5000卢布钞票上的那位吞并长城以北的构想，更将野心拓展到了中国西部。巴德马耶夫，布里亚特蒙古人，藏蒙事务专家，沙俄亚洲司外交官，老藏医，黄金左脸不是没有这个，因其曾学习藏医，并长期在华考察，对于中国的情况有着深入了解。他向沙皇报告的核心观点就是，清朝已经走入了他的政权末期，东方的巨变很快就会到来，而俄国必须提前布局，抢在其他西方列强之前，以占领整个中国北部和西部为目标，从西藏居高临下，向印度和中国东部投射影响力，攫取最大利益。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得到了亚历山大3世的资金支持，在老沙皇200万卢布赞助下，巴德马耶夫以商业公司为掩护，在中国西北和东北广设分支机构，进行间谍培训和情报刺探，其间谍行动直接受历任驻北京公使和后来的沙俄关东州总督指挥。总之，19世纪80年代兴起的这股向中国扩张的狂热思潮，深刻塑造了沙俄高层，甚至是未来沙皇尼古拉2世的思想及其远东政策，为其日后利用八国联军侵华之机，趁乱执行黄俄罗斯计划奠定了思想基础。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曾直言，我们皇上的脑袋中有宏大的计划，为俄国夺取满洲，把朝鲜逼入本国，还将把西藏逼入本国。财政大臣维特甚至认为，登位不久的尼古拉皇帝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婪迷住了心窍。哪怕过了100多年，这种对中国土地的垂涎还依旧在某些人脑内盘旋。某位俄国妖僧的代作就与其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只不过随着局势变化，增加了与某个打破过俄罗斯胆子的极东国家瓜分土地的部分，其畏强凌弱的本性暴露无遗。总而言之，在现实的扩张需求、国内狂热的东方论鼓吹，加上西方国家签署地中海协定、封堵扩张路线等多重因素下，向东继续侵略中国就成为了沙俄的不二之选。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当有人质疑你要加入军事组织时，你最好真的加入一个。而为克服侵略中国面临的交通与补给障碍，1891年，在沙皇亚历山大3世主持下，西伯利亚大铁路正式破土动工。其不仅是为了满足掠夺商品市场与原料产地的经济目的，更是沙俄向远东大规模投送军事力量、实施殖民统治的关键一步，标志着许远东扩张政策由蓝图走向了实质性的推进阶段。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而介入远东的机会很快就到来了。1895年，甲午战争以清朝惨败告终，日本要求其割让辽东半岛。对于志在吞并中国东北的沙俄而言，日本占领辽东无异于点燃了虎哥内库里的鞭炮。从3月下旬起，俄国便在中国北部边境集结兵力，并令海参崴的派遣军火速开往吉林。4月11日，沙皇政府召开特别会议，讨论俄国该如何应对日本索取辽东半岛。海军元帅阿列克谢大公和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一派主张，不要开对日本，要趁机与日本一道瓜分中国，在太平洋上获得一个不动港和兼并满洲的若干部分。固然不应让日本强大，但现在更不应该损害与日本的友好关系，使其彻底倒向英国。财政大臣维特则认为，假如日本占领南满，对我们将是威胁，以后大概会引起朝鲜被日本完全归并。如果让日本人在辽东站稳，为要保护我们的领土及西伯利亚铁路，就需要数十万军队，并大大增强我们的海军。且欧洲各国的态度尚不明朗，俄国现在不应直接动用武力侵占中国领土，成为众矢之的，而要威慑日本退出辽东，这样我们就会成为中国的救星，从而以和平的方式要求中国修改中俄边界。维特的意见得到在场大多数人的支持，会议最终做出决定：一，在中国北部保持临战状态，先以友好方式劝告日本放弃占领南满，如果日本竟然不许，即宣布俄国将依照我们的利益来行动。二，正式通知欧洲列强及中国，俄国无意侵占中国领土，但坚决主张日本应放弃占领南满。4月17日，日清马关条约签订，使日俄矛盾迅速激化。在条约签订当天，沙俄就立刻联系德法，并在之后对日本共同发出通牒，
面对三国海军威慑，日本最终屈服。1895年11月8日，日清签订辽南条约，清政府以3000万两白银的代价赎回辽东半岛。该事件呢，也就是大家都学过的三国干涉还辽了。三国干涉还辽的胜利，令俄国兵不血刃地驱逐了日本这个争夺东北的潜在对手，阻止日本人破坏他的远东征服计划，并且成功给自己披上了中国大救星的外衣，极大地增强了清廷内部的亲俄派力量，使得联俄政策被清廷众多要员所支持。像张之洞就认为，沙俄举动扩大磊落，也是西洋列强不能比的。若中俄邦交永固，则我与各国必有所顾忌，不致是灭我如角烟思齐矣。两江总督刘坤一上奏说，我乘此时与其深相结纳，互为声援，并稍予以便宜，则俄必乐于从我。李鸿章也有差不多的看法啊。倭人畏俄如虎，与其多让于倭，而倭不能助我以拒俄，何如稍让于俄，而我因得借俄以摄倭？都是想依靠俄国，以唇亡齿寒的关系对抗日本乃至其他列强，也就是甲午战后清廷流行的联俄制日、以夷制夷的策略。中俄外交史就对此评价道，这时的清政府内部大都对于俄国抱有一种幻想，朝野上下弥漫着一股亲俄的空气。现在这可真是最清幻想啊！当清政府还在感恩大帝的恩情还不完时，俄国已经准备好让沙皇的恩情利滚利了。1895年12月，沙皇尼古拉二世批准了维特提出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段修筑方案，即穿过中国东北，直接与海参崴相连。为了确保成功，维特还要求给沙俄驻华使馆一笔特殊经费，专门用来贿赂清朝大臣。沙俄的战略目的很明确，维特本人就在铁路是否要穿过中国的辩论中指出，它能使俄国在任何时间内，在最短的路线上把自己的军事力量运到海参崴，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沿岸和临近北京之处。相当数量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出现，就可能大大增加俄国在中国乃至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从此以后，没有俄国的同意，任何铁路线和支线都不得在中国北部修建。沙俄皇族英加雷切夫也认为，希望西伯利亚铁路不为所阻，在10年、20年之后，满洲将如蚁熟之果，落入我们的手中。然而，获取中国境内的筑路权起初并不顺利，沙俄向驻俄公使徐景成和清朝总理衙门提出的筑路要求均遭回绝。他们认为，一旦给予俄国运兵铁路特权，列强会群起效仿，局面将不可收拾。谈判陷入僵局后，沙俄便将目光转向清廷中日益壮大的联俄制日思潮上，试图以此作为突破口。恰逢1896年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在即，届时包括清朝在内的各国使节都会到访莫斯科。沙俄决定利用这个机会，绕过难缠的总理衙门和徐景成，直接接触清廷高层的亲俄派，以求实现其远东铁路计划。清政府原拟湖北布政使王之春前去致贺，维特则以级别不够为由，要求改派大学士或卿士王公前去。1896年2月，清廷迫于俄国压力，命李鸿章赴俄致贺加冕，并联络其他西方国家。行前，慈禧太后亲自会见李鸿章，和他商讨与俄国联盟的问题。李文忠公鸿章年谱里的观点就更加激进了，俄国会同其后与李联姻，实改派鸿章。其后召见半日之久，一切联俄密谋遂定，认为改派李鸿章完全就是俄国操控的结果，但我觉得还是有待商榷啊。1896年4月27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李鸿章在乌克托姆斯基大公的陪同下，抵达了他忠实的奥德萨。李鸿章在此地受到了俄水陆体育组及地方文武接待甚恭的竭诚欢迎。沙皇政府对他代以国家元首之礼，配备专门的卫队。这种恭敬友好的态度令李鸿章联俄之日益坚。5月3日，谈判于圣彼得堡开始，后来又转移至莫斯科。沙皇尼古拉二世委派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和财政大臣维特与李鸿章进行交涉。鉴于之前徐景成和总理衙门的经验，沙俄知道想要直接索取筑路权并非易事，于是俄方利用清廷联俄制日的急切心理，占尽主动地位。洛巴诺夫与维特多次以放弃同盟相威胁，逼迫清政府同意沙俄在东北修筑铁路，并获取沿线的军事部署权。如果不同意筑路，那也就别想什么清俄唐三角了。经过反复磋商，最终经翁同龢、张银环、荣禄、庆亲王奕匡、恭亲王奕欣等人研究决定，请旨准予李鸿章在密约上签字画押。6月3日，李鸿章和洛巴诺夫、维特于莫斯科举办签字仪式。
经两国政府批准后，于同年9月28日在北京互换。约稿的正式名称为《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条约规定了亲俄一方受到日本的攻击，另一方要全力相助，并且不得单独议和。清朝允许俄国在东北修筑并控制铁路，俄方有权在铁路沿线驻扎护陆军，并可利用该铁路进行军队运输与部署。这条深入中国境内的铁路线就是所谓的中东铁路。沙俄之后单方面颁布的铁路章程，则将铁路附属地制划为其殖民地，使中东铁路公司蜕变为实质性的殖民机构，旨在将整个中国东北变为俄国殖民地的黄俄罗斯计划，在中东铁路修建的过程中得以逐步推进。而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因为从规划到签署，仅有亲俄少数权贵秘密参与，且双方均严格保密。清廷认为条约公开会引发列强效仿索要路权，彻底丧失抵抗能力。俄方则担忧公开与清朝的同盟关系后无法及时抽身，直到清朝灭亡，条约全文才被公布，故此又被称为中俄密约。这一同盟关系在之后八国联军侵华时期，慈禧至尼古拉二世的电报中再次得到了确认。环顾列邦，与彼国交易之身，无与贵国俄罗斯者。先前朕曾特遣李鸿章为专使，赴贵国国都谒见陛下，彼曾代彼国与贵国议定并缔结同盟，此约业已被大清国收藏。关于李鸿章在御敌互相援助条约谈判中的表现，我认为他并非是毫无防备或者单纯亲俄。早在俄国侵占伊犁时期，李鸿章在《论俄国陆路章程》中就曾指出，现在俄人久据伊犁，屡派兵官探查嘉峪关内外途经形势，而蒙古积贫积弱日甚，几无法抵制，并闻该国拟铁路万余里直抵恰克图等处，其意图蚕食。他很清楚西伯利亚铁路是俄国渗透侵略的手段，但是在谈判过程中，李鸿章仍旧表现出支持俄国筑路的倾向，究竟背后因为什么，也是是非曲直，难以论述。值得一提的是，在日俄战争之后，维特表示，如果我们忠实地遵守了中俄密约，我们也许不致招来日俄战败的耻辱，而且可以在远东获得一个稳固的立足点。可以在这里说，是我们自己违反了规定，才造成今日远东的局面，那确实是不应沉痛，而应当反思了。这现在的战略游戏自由度还是太低了啊！4条约有一堆限制，还不能背刺盟友，好感度够高了都不能动手还是太不真实了。总之，自成功获得在华筑路权之后，沙俄对于东北的野心进一步高涨，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俄国的传统异能，获取不动港。虽然沙俄通过北京条约割占了海参崴，但该港口一年有4个月的封冻期，严重制约了俄国海军在远东的全年部署和影响力投射，且舰队调动时易受到日本封锁，海参崴已经无法满足俄国进一步在远东争霸的需要。沙俄急需在朝鲜半岛或中国山东、东北夺取新的不动良港。1897年10月14日，德国派兵强占胶州湾，使得俄国获取太平洋不动港的愿望更加急切。2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开会，讨论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问题。新任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也就是上文在义和团期间向尼古拉递交备忘录那位，之前的洛巴诺夫死了，认为现在恰逢其时，孩子们，德国人也干了，我们动手怎么了？然而，财政大臣维特反对直接出兵，认为此举会激起这个国家反对我们，危害修筑铁路的事业，增加沙俄后续渗透的难度。虽然现实情况是渗透之后一点没耽误，况且我们和中国已经缔结了一项秘密同盟，总而言之，会招致奇灾大祸，产生可怕结局。虽然尼古拉对维特的提议表面上勉强赞同，但显然是不喜欢的。尼古拉二世的性格我们也知道，被一种夺取远东土地的贪婪迷住了心窍嘛。他对于占领旅大已经是望眼欲穿了。12月14日，在与德国达成互相支持对方侵占胶州湾与旅大的 PY 交易后，沙俄舰队鱼贯驶入旅顺口，实行武装占领。至于用什么借口嘛，沙俄决定继续利用清廷联俄制洋的幻想，向清廷解释，我们占领旅大是希望未来发生不利于中国的事件时，俄国舰队能有一个立足点，是为了帮助中国人对抗德国人，只要德国人一撤，我们就撤走。一开始几个星期，清政府甚至真的相信了俄国的说法，甚至还欢迎俄国占领旅顺，俄船载旅，所有应用物件随时接济，勿听将辩讹言，治起信端。直到清廷从驻布列大使那里获知，俄德早就勾结好了，俄国在耍他们，才如梦方醒，要求俄国退出旅顺。沙俄见骗局被戳穿，也不装了。在1898年2月的会议上，陆军大臣库洛巴塔金的意见占主导位置。他主张
不仅应该要求中国把旅顺口和大连湾割给我们，而且要割让整个辽东半岛，以组成我们的关东州。会议最终决定向旅顺增派部队扎稳脚跟，将中东铁路支线延伸至旅顺，并要求割取大连南部作为租界，还要在租界北部划出缓冲区。1898年3月3日，沙俄驻华代办巴甫洛夫向清朝正式提出旅大租地急造之路达黄海两事，以为其军决定要办，限5日照付。次日进一步威胁道，如果3月27日之前不将此事议定，那俄国将拒绝履行御敌互相援助条约的内容。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要朋友费吗？俄先辈这招太狠了。之后，清廷任命徐景成为头等钦差大臣，赴俄谈判，驻俄公使杨儒协助。但在徐景成表示仅同意俄国舰队冬季停靠休整，中国实难允借旅顺大连湾两口之后，沙皇便失去了对徐等人的耐心，质问会使几时回去。谈判重心遂转为北京。与此同时，清朝国内群情激愤，不断有人上书反对租界旅大，总理衙门不敢接受俄国要求，并且英日两国也不同意旅顺落入俄国之手。英国怂恿清政府拒绝俄国的要求。日本派遣参谋副将神尾光臣和参谋部员宇都宫太郎表示，深愿与中国联络，日已与英联盟，日愿驻中。清政府内部也在转变态度。张之洞就说，联日者所以为联英之阶梯也，日肯出力劝英与我联，则英不能非礼要求，而我可及英之援助矣。清政府的抗拒态度和英日的介入，令维特在其回忆录中抱怨道，受英日影响的摄政太后和小皇帝对我们一步不让。为移除国际阻碍，沙俄对英国在对清贷款问题上做出妥协，并与日本进行划分势力范围的谈判，在朝鲜问题上主动对日本做出让步，并在割占旅大后正式与日本达成罗森西德二郎协定，以此换取了英日对占领旅大的默许。这里也能够看出来，清朝统治的土地已经完全由列强们决定命运，清廷没什么主动性，在实质上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对于清政府，俄国的双管齐下，一方面以武力威慑，继续向旅顺增派部队，以展现占领旅大的决心，并直接威胁总理衙门。如3月初6也就是公历3月27被呈定，俄国另有办法不要给我耍小聪明。另一方面开展金钱收买攻势，维特指示在华俄道盛银行存款中拨出100万卢布，作为对中国大臣秘密送礼之用，同时还试图收买旅大地方官员，使当地有关当局及有关人士为我服务。另一方面，可以对我们的登陆给予帮助。在获悉清方命李鸿章、张荫桓为谈判全权代表后，巴甫洛夫和俄国中东铁路分公司负责人普克蒂极秘密地会见了李张二人，答应他们，如果旅顺口和大连湾的事按照我们指定的期限，并无需我们采取非常手段而办理成功，当各筹他们银50万两，使他们去说服太后同意在俄国的提案上签字。随后李鸿章觐见慈禧和光绪时，使用了他的全副辩才，说明俄国对中国并无敌意，最终成功说服清廷掌权者接受俄方要求。1898年3月23日，光绪帝谕旨，派李鸿章、张荫桓画押。在谈判过程中，清方代表未对我们的要求提出任何新的反对意见，几乎接受了俄国的所有要求。巴甫洛夫立刻致电沙皇政府，表示许给的报酬起了应有的作用，条约可立刻签订。沙皇得知也忍不住轻哼起来，太好了，简直令人难以相信。尽管学界对李鸿章和张荫桓在租界旅大上是否收受贿赂还有一些争议，但现在能够支持受贿的资料要更加充分可信所以我们还是采用主流说法最终在沙俄软硬兼施之下，1898年3月27日，清俄双方与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据此，沙俄成功将普兰店至皮子窝以南划为租界，旅顺作为其太平洋军港，并获准将中东铁路延伸至旅顺。同时，条约还规定，租界地以北至营口大孤山一带作为细地，也就是缓冲区，中国军队进入该区需经俄国同意。回看从三国干涉还辽到强租旅大的这段历史，我们可以将沙俄的远东战略行动分为政治、经济、军事3个互相交织的方面。政治上渗透清政府内部，广泛收集情报，以获知其动向，并以重金收买清廷实力派官员，使其在外交、内政乃至军事行动上都倾向俄国。经济上，利用在华陆权推行银行和铁路的侵略，沙俄凭借在铁路附属地的行政、司法、驻军及货币发行等特权，强推卢布，迅速统治了东北的货币流通体系，
同时大肆兼并土地、林场、矿山，从而控制东北经济命脉，进而南下和英国争夺在华利益。军事上，于太平洋西岸获取中年不动港作为战略支点，并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部署军队，意图将连接俄国本土、朝鲜半岛、日本海的中国东北完全纳入其势力范围。而这3方面行动的最终目标是通过控制东北亚，进而主宰太平洋水域，独霸中国资源与市场，以此争夺世界霸权。正如沙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所说，为要使我们的远东稳固，就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我们的霸权是这一斗争的最终目标。经过数十年的精心布局，沙俄对于完全掌握东北只差临门一脚，他只需要一个能彻底吞并东北的正当借口。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受到沙俄护路军长期欺压的东北地区尤甚，沙俄统治集团内部一片兴奋，将其视为天赐良机。这给了我们一个入侵满洲的好机会，我们将把满洲变成第2个布哈拉，将中国东北彻底变为沙俄殖民地的黄俄罗斯计划图穷匕现。1900年6月，沙俄在中东铁路沿线的军事力量急速膨胀，护路军迅速增派至6000人。6月17日，联军攻占大沽口。23日，尼古拉2世见时机成熟，宣布毗邻中国的阿穆尔州进入战争状态，随即就在从阿穆尔至七河的漫长边境线上进行大规模战争动员。沙俄的备战态势引起中国东北当局的高度警惕。6月28日，黑龙江将军袁寿山电告俄方，俄国军队在阿穆尔的集结已在中国居民中引起骚乱，他承诺全力担保俄国居民和铁路员工的安全，呼吁俄国不要诉诸武力。7月8日，俄方要求袁寿山同意俄军从爱辉街道前往哈尔滨，遭到了其回绝。事后，深感事态严重的黑龙江、吉林、盛京3省将军再次向俄方致电，指出正是因为长期以来俄护路军在东北肆意抢掠村镇、滥杀无辜、强占良田，才激起中国居民的愤慨，导致局势失控，想在短时间内恢复秩序已十分困难。为了避免冲突进一步升级，俄方应暂撤出武装人员，以免在其近端。然而俄方代表宣称，如果盛京将军力有不及，则应向关东州总督和沙皇政府求助，这就是明摆着要武力干涉内政了。随后，俄方代表要求沙皇政府火速向边境增兵，至此，中方的和平努力宣告失败。东北3将军见战争无法避免，也只得着手布置防务，并且劝告俄方撤离非军事人员。1900至1901，俄国在华军事行动资料中记载，袁寿山向俄方致电，因为中俄交战，所以他将协同吉林部队进攻哈尔滨，他不希望看见和平居民流血，建议我方迅速撤走妇孺和非武装人员。俄方在撤离过程中，中国东北当局下令各炮台和部队不得出动运载非武装人员的船只。庚子交涉偶录也记载，由哈尔滨乘船顺流而下者，听其使行不准阻拦。得益于中方的善意，3000余名俄方妇女、儿童、非武装人员安全撤离至伯利。然而沙皇俄国对于中方的行为却选择了以怨报德。就在俄方平民船只安然驶离的同时，俄军对于爱辉的突袭遭遇了中国军队的顽强阻击。为了煽动战争狂热，沙俄当局遂将此作为借口，对海兰泡和江东64屯的中国人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因为现在扭曲历史事实的言论太多，所以呢，大伙不要嫌我啰嗦，我得讲一讲当时的情况。海兰泡，俄称布拉戈维申斯克，此地因1858年签订的爱辉条约被俄国割占，后成为俄国阿穆尔州首府。尽管主权一手，至1900年，该市仍旧生活着1到1.5万中国人，主要从事小手工业、商贸和农业。关于江东64屯，无论是当时中俄双方的官方文件，还是英美等国的考察档案，64屯都是无可辩驳的中国领土。在爱辉条约签订后，俄国依旧承认中国政府对该地的管辖权和中国人的居住权，保证俄军不得侵犯。俄罗斯总参谋部军事学术委员会于1881年编纂的《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材料汇编》中也写道，中国臣民达14000人，其中汉族8600人，满族4500人，达斡尔族900人。而在现代学者的研究中，推测1900年的64屯人口在2到3万之间，其中既有占地几百晌的大粮户，也有大量被雇佣来做农活的劳金。对64屯幸存者的采访中提到，劳金大多数是从关内或下江来的。纵观当时整个东北人口构成也与之类似，都以汉人移民为主体。据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近代东北移民史略统计，自1850至1911年清朝灭亡，中原迁入东北的移民总数高达惊人的1300万。
其中绝大多数都来自于人地矛盾尖锐且受灾严重的山东、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又以山东人数量最多，人数在700万左右。而1850年的东北总人口也不过才340万，那个年代的人口流动能力要比某些人刻板印象里的要大得多啊！甚至海兰泡最大的中国商会华昌泰还是个广东人开的。说回正题，1900年7月16日，阿穆尔军区司令格里布斯基下令禁止中国人离开，扣押所有渡船。紧接着，阿穆尔市警察局、俄罗斯军队联合被煽动起来的俄国市民们，开始大肆搜捕所有中国人，抢掠他们的财物。仅在一天就搜捕了3000多名中国人，他们被俄军包围在中国居民区，其中一些人往外冲逃，当场被杀害了50-60人。这些人先是被转移到警察局和监狱里，之后被押送到京西江边的一个锯木厂。在押送的路途中，俄罗斯市民和军人们只是嫌弃老弱妇孺行动迟缓，就将他们砍死。谍报记记载，17日清晨，俄军以渡江为名，将这些手无寸铁的中国平民赶到布拉戈维什斯克村，实际是要把他们活活淹死。手持4刀的俄兵将人群团团围住，不断的压缩包围圈，军官们手挥战刀，疯狂喊叫，不听命令者即可枪毙。人群像雪崩一样被压落入黑龙江的浊流中去，有些想逃走的就会被骑兵的马蹄卷上半空，或是被马刀捅翻在地。随后俄军一齐开枪，枪声怒骂声混成一片，凄惨之情无法形容，简直是一片地狱景象。泰晤士报报道，当被赶下江水的妇女们把孩子抛向岸上，向俄军祈求至少留孩子一命的时候，俄国军人却故意逮住这些婴儿，挑在刺刀上，并当着他们母亲的面将婴儿切割成碎片。这场屠杀一直持续到7月21日。7月22日，俄国当局即宣布海兰泡的中国人已被肃清。发动海兰泡大屠杀后，沙俄又派出军队扫荡江东64屯。俄军将中国居民们赶到一间大房子里，再放火将他们活活烧死。仅波尔多一屯就杀害了上千人，又将海兰泡发生的事情如法炮制，将剩下的百姓不分男女老幼通通赶入河水中淹死。血洗江东之后，俄国当局即宣布江东64屯已归俄国管辖，中国人不得再返回杰雅。辛勤开发这里的中国居民们被俄军血腥屠杀，他们一切的财产与劳动成果也被俄国掠夺。满洲旅行记记载，在黑龙江的整个的宽阔的水面上，一具具尸体漂游着，好像在追逐着我们的轮船。爱辉县志中也有类似的描述，骸骨飘逸，溢满江洋。驻爱辉的中国官兵见俄兵在江东行焚戮，激起无比义愤。为保护屯民过江，爱辉副都统杨凤祥派统领王良臣带兵横渡黑龙江，打退了追击村民的俄军，并且组织船队把对岸幸免于难的部分同胞渡回江岸。而对于海兰泡和江东64屯的屠戮，只不过是俄军入侵东北的序幕。俄军17万大军兵分5路，从北东南多个方向入侵东北。沙俄侵华使对其军事行动评价道：俄军所到之处，村镇被毁，居民被杀，富庶的居民点变成了无人区。北路黑龙江首当其冲，海兰泡方向刚刚制造完大屠杀的俄军马不停蹄南下。8月2日，黑河屯沦陷，俄军将未及逃走的居民全部杀戮，投入火堆。8月5日，爱辉城在烈火中陷落，4项焚烧，满城烟火。攻占爱辉后，格里布斯基发布告示：如果任何人胆枪击和刺伤俄国人，你们就将大祸临头，我们就将举火把所有的村庄或城镇烧毁，不让一个人活着。我们把上文沙俄对李鸿章的友好恭敬和这里的所作所为做对比，就能够发现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说，之前沙俄对清朝的亲密友善是建立在对华有所图谋上的，针对清廷顶级权贵的友善。那么说回正题，黑龙江将军袁寿山率部顽强抵抗。8月10日，杨凤祥战死于兴安岭。8月17日，莫尔根失守。8月29日，俄军占领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并对难民开火。袁寿山自杀殉国，黑龙江省沦陷。斯列田斯克俄军从西北方向侵入，与呼卢军会合后，在7月29日占领完攻占。8月4日攻占呼伦贝尔城。8月14日，经牙克石战役，继续向齐齐哈尔方向推进，又南下占领博杜讷。伯利方向，6000余名俄军乘船沿松花江侵入哈尔滨，站稳脚跟后分兵劫掠。一支俄军于8月17日进攻阿城，次日呈现。9月3日，该路俄军抵达牡丹江，与当地俄军会合。另一支俄军则于7月28日猛攻呼兰，当地守军和民众与其鏖战2个多月。10月5日，巴彦陷落，呼兰失去犄角。10月12日，呼兰陷落，俄军照例烧杀抢掠。目击者记录道，
一些人戴着古怪的中国帽，另一些人则穿着乌拉草鞋和绣花鞋，甚至很多人手上还装饰着中国银镯和戒指。这伙野兽似的败类，其纵欲和嗜血的本性是无止境的，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显露出发财的欲念和无止境的纵情淫乐的心理，也就是当年没有洗衣机了。东路俄军的目标是吉林，从海参崴进攻的俄军分作2路，一路前往牡丹江车站与呼噜军会合，另一路进攻珲春。7月30日攻陷珲春后，随即2路合兵扑向军事重镇宁古塔。然而守将宁古塔副都统双灵畏敌如虎，步步退缩。8月29日，俄军轻易渡江，宁古塔不战而陷，门户洞开，俄军长驱直入。9月23日进入省城吉林，吉林将军长顺举白旗投降，吉林省宣告沦陷。南路俄军北上进攻盛京。7月25日，吉业遇旅顺的俄军挥师北犯，雄越、盖州、营口相继沦陷。俄军实施所谓示范性惩罚，对沿铁路居民烧毁无一类，意图震慑反抗。8月12日，海城陷落，俄军入城大杀10日，进城20里俱遭惨戮，制造了又一场人间地狱。正规军和民众虽然在部分据点进行了惨烈抵抗，但难以阻挡俄军主力。9月29日，辽阳陷落，盛京最后的屏障被击溃，盛京将军曾琦弃城出逃，城内一片混乱。10月1日，俄军开进盛京。10月3日，俄军正式宣布占领盛京。至此，1900年10月初，短短2个多月，东三省全境、黑龙江、吉林、盛京尽数沦陷于沙俄铁蹄之下，遭受着赤裸裸的军事殖民统治。面对这场蓄谋已久、兵力悬殊的入侵，东北军民并非没有浴血奋战，在完工站、北大岭、牙克石等战斗中，他们都表现得十分顽强。爱辉战役中，守军战斗至最后，甚至点燃火药库与敌人同归于尽。1900年南满之乱记载了海城之战时民众们的反抗，年轻的童子和姑娘，还有老人们都可怕地冲向敌人，同伴被砍翻，仍抓住哥萨克的脚，把他们从马鞍上掀翻下来，用牙齿狠咬。然而清军还是那些老问题，武器差距巨大，指挥系统混乱低效，战前准备严重不足，腐朽无能的清政府无力组织起有效的全军防御，甚至作为名义上的主场作战，在交通能力和总兵力上都远远不如俄军。东北最终在绝望的抵抗中沦陷。此次战争中，整个东北地区的受害人数估计在30万至50万之间，这个数字涵盖了内外东北的遇难者总和。外东北地区，袁寿山自曝，海兰泡中国商人5000余人一日进沉珠江，犹如尼布楚、斯列特金、伯利、海参崴等处，枪毙、水淹、火焚不下20余万。盛京将军曾琦等则记载，在俄国境内又将华民在俄界者10余万人一日之内进行屠戮。在内东北，吉林将军长顺报告，黑龙江和松花江上下沿岸受害死亡者不止10万名。综合以上信息，加上其他官员记录和因时局混乱而无法精确统计的遇难者，总遇难人数估计在30万至50万之间。其中数字的最大浮动点在于外东北地区的统计是采用袁寿山报告的20余万，还是曾琦的10余万。现在呢，有一种用心不明的说法，把30万至50万这整个东北地区的死亡数偷换概念为仅发生在海参崴这一座知名城市的死亡数，然后以当时的海参崴人口规模去论证总死亡数字不可能那么多，这可就有点问题了。视频最后呢，我想跟大伙絮叨2句，这期视频并非是为了挑动仇恨，更不是要鼓吹战争，但是我们心中呢，需要保有对历史的基本认知和是非判断。就像我们今天了解抗日战争的历史，并不妨碍与日本进行正常交往。问题在于，如今的确存在一些混淆视听、颠倒黑白的声音啊，要搅乱这个世界。出现史料引用偏差或者观点分歧，我认为是历史探讨中非常正常的事情。包括我在内，谁都不敢说自己就绝对正确，甚至后面有什么新发现，把原来的结论推翻了也说不定啊。但有的错误，我觉得就不是学术上的或者能力上的问题了，纯粹是别有用心才出现的论调。最后呢，我大清这个政权完蛋与否，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那是满蒙勋贵和军机大臣的事情。但俄国的侵略刺刀对准的是最广大的底层普通人啊！李鸿章、长顺这些清朝权贵尚且还能跟沙俄谈一谈，普通人不抵抗直接就死了。生存权和发展权是作为人的基本权利，把他们对于侵略者的反抗说成是多忠诚于清朝，心里的辫子没绞掉，那是在混淆概念。那这一期视频就是这样啊，大家再见。